你有一个习惯，你可能自己都没注意过，每次刷卡之前，你会吸一口气，不是深呼吸那种，就是刷之前嘴巴微微张一下，吸一小口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做这个动作，但你的身体知道。你的身体在说一件事，花钱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做的事，是一个撑的事。每刷一次，心里那根弦就绷紧一点。发工资那天，你第一个动作不是看赚了多少，你打开备忘录里那个表格，你自己建的，不在银行 APP 里，因为你不想每次打开 APP 就看到那个减完的数字。房租、车贷、保险、水电、孩子的辅导班，一项一项减，减完之后屏幕上剩的那个数字，就是你这个月的自由。有时候那个数字是负的，你盯着它2秒钟，锁屏，假装没看到。朋友群里有人说周末出来吃个饭吧，你第一反应不是想不想去，是这个月还能不能去。你在聊天框里打了5个字，最近有点忙，发出去了。那天晚上你什么事都没有，你在家叫了一份外卖，28块钱的那种。你坐在车里，车熄火了，你没有下车，你说不清自己在干什么，就是在算，一种持续的、模糊的、停不下来的运算。你也说不出在算什么，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3下，然后你深吸一口气，拉开车门，走进去，微笑。从焦虑到微笑，就是一扇车门的距离。你每天都在做这个切换，早上切一次，中午切一次，晚上回家再切一次，切到后来，你自己都分不清哪个是真的你，微笑的那个，还是车里那个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你跟上帝聊天的时候什么都说，生病了说，难过了说，迷茫了说，甚至无聊的时候都说，但有一件事你几乎从来不说，钱。你跟他聊灵魂的事很自然，主啊，我心里不平安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我，主啊，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这些话你说出来不费力气，但你试过坐下来跟他说，主啊，我这个月不够用了，我的账上只剩那个数了，我不知道下个月的房租从哪里来吗？说不出口，不是不信，是觉得不好意思，好像跟上帝谈钱有点掉份，好像信仰是信仰，钱是钱，这2件事不在同一个系统里。你信上帝管你的灵魂，但你信上帝管你的账单吗？你想想你手机的使用习惯，你的银行 APP 一天打开几次？3次、5次？你的圣经 APP 呢？你上一次打开它是什么时候？你说交给他，但你用行为投了另一张票，你把时间、注意力、睡前最后的力气全都交给了那个数字。你不是不信他，你是把信仰和财务活成了2个互不往来的世界。你仔细想想，你的生命里有2个操作系统，一个叫信仰，里面装着祷告、教会你读过的经文，另一个叫财务，里面装着银行 APP、备忘录表格那个减完之后的数字。这2个系统，你什么时候让他们碰过面？你越想越不对，不是钱不够让你焦虑，是我跟钱之间的关系在让你焦虑。你在跟一个数字过日子，你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去哪里、跟谁见面，每一个决定都要先过那个数字的审批。它涨了，你松一口气；它跌了，你呛一下。你的呼吸在等一个数字的批准。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小时候可不是这样，那时候花5块钱买一根冰棍，你开心的不得了，没有人教你先算一下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便利店门口先算的？你什么时候把呼吸的遥控器交给了余额的？好，停一下。你现在可能觉得有点被扒开了，有点不舒服，有点这个人怎么知道的？没关系，今天我不跟你聊怎么赚更多钱，不聊理财，不聊投资，不聊做中心的好管家，那些话都对，但不是今天要说的。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件事，你跟钱之间到底是谁在控制谁？你以为你在用钱，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钱在用你？你的情绪、你的社交、你的呼吸节奏，全被一个数字牵着走。你不是在花钱，你是在被钱花。你的心情跟着那个数字起伏，你的社交因为它收缩，你什么时候笑，
什么时候叹气，什么时候对孩子有耐心，什么时候对身边的人发脾气，全都跟那个数字的涨跌同步。你晚上翻来覆去，不是因为不困，是因为一闭眼，脑子里就自动弹出那张减法表格。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数字的影子，不正常。但这不是你的错，你没有人教过你怎么跟钱相处，教你怎么祷告，怎么读经，怎么爱人，但从来没有人坐下来跟你说过一句话，你跟钱的关系不对。今天有人说了，你知道吗？圣经里有一个人跟上帝说过一句大多数基督徒绝对不敢说的话，他说，不要让我有钱。你没听错，他求上帝不要让我富足。这个人为什么敢说这种话？他到底在想什么？这个答案在后面，但在到那里之前，我想先带你看一件事。2500年前，有一个先知跟一群经济困难的人说了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。这句话跟你今天的处境有一个你想不到的关系。2500年前，有一群人刚经历了一件大事，他们被掳到异国他乡70年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想想看，70年，你的整个人生都在别人的地盘上过完了，终于能回去了。回去第一件事做什么？建房子。你能想象那种心情吗？爷爷那辈被掳走的时候就发过誓要回来，2代人在异乡生了孩子，埋了父母，攒了一辈子的盼望，现在终于踏上故土了。脚下的路长满了草，城墙塌了大半，圣殿是空的。没关系，先有个窝，先安顿下来，先有个屋顶，先有一个能锁上门的地方。他们拼了命的建，白天搬石头，晚上算木料，种地做工赚钱，然后把每一分钱都投进那个安全感工程里。房子越建越好，围墙越修越高，存粮越囤越多。但他们越是使劲，越觉得不对。为什么日子还是这么紧？为什么赚的总是不够花？为什么忙了1年，手里的东西好像比年初还少了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先知来了。他看着他们忙来忙去，说了一句话：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翻成今天的话就是，你赚的钱装在一个破口袋里，不管你往里面塞多少，它都在漏。你注意，他不是在说你赚的太少，他说的是你赚了，但你的囊漏了。那个漏洞在哪儿？先知接着说了原因：你们个人只顾自己的房屋。大多数讲道把这句话解读成你应该多奉献给教会，那个解读太浅了。他说的是一件更深的事。这群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地方回来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不能再失去了，我要先把自己的安全感建起来，房子要有的，存粮要有的，围墙要高的。等我安全了，稳定了，够了，我再去管别的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？等我攒够了就安心了，等房贷还完就好了，等升了职就好了。你一直在等够了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个够了从来没有来过？每次你以为快够了，够的标准又往上挪了一个。上个月觉得存到5万就安心了，这个月觉得5万好像也不太够。你的囊一直在漏，你也在做跟他们一样的事，你也在建自己的房子。你的房子叫稳定，叫安全，叫够了就好了。你每天的加班是在搬石头，每月的存钱是在修围墙。你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一件事上，确保我不会缺。但你越是使劲填，就越觉得漏。不是因为你赚的少，是因为你把安全感的水龙头接在了余额上。余额涨了，安全感进来一点；余额跌了，安全感漏掉一点。你的呼吸频率跟你的银行 APP 同步了，这就是漏。你以为是钱的问题，但钱只是载体，真正在漏的是你的注意力。你的一整天都在围着那个数字转，早上睁开眼看一次，中午休息看一次，晚上躺下前再看一次。你不是在查余额，你是在查安全感。而安全感这个东西，每次只够维持5分钟，5分钟一过，你又得查。你把安全感的保质期设成了看一次的长度，所以你每天要看10几次。不是因为你忘了数字是多少，是因为你需要反复确认它还在。还记得你在车里坐着不下车的那几分钟吗？你在做的不是算账，你在做的是在心里反复确认我还撑得住。
你需要那个确认，每天都需要。这不是理财问题，是关系问题。那个先知2500年前看到的，跟你今天经历的是同一个病，不是收入问题，是接口问题。你把安全感接在了一个装不住它的容器上，你往里面倒多少钱，都会从底下那个洞漏掉，因为那个洞的形状不是钱的形状。你往里面倒5万，它漏；倒10万还是漏。你以为100万就不漏了？不是的，到那时候你的够了标准会变成200万。那个洞不是固定大小的，它会跟着你的余额一起涨。你赚的越多，他要的越多，因为他要的根本不是钱。你可能想问，那他要的是什么？那个洞到底是什么形状的？我们等一下会说。但我想你先做一件事，你有多久没有跟上帝聊过钱的事了？不是祷告里顺便加一句，主啊，求你供应我，是真的坐下来，把那个表格打开给他看，把那个你一直自己扛着的数字告诉他，把不够2个字说出来。你不需要跪下来，不需要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就在你现在待的地方，可能是你的车里，可能是你的床上，可能是你的办公桌前面，跟上帝说一句，主啊，我跟钱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修，但我不想再一个人扛了。就这一句说完了，你可能觉得什么都没变，但你做了一件事，你让那2个操作系统碰了一次面。信仰那边的他第一次看到了财务这边的你，不需要说的属灵，说实话就够了。现在我想让你听一段话，这段话你可能听过很多遍了，在教会里听过，在祷告视频里听过，你甚至可能背下来了。哥林多后书9章8节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你以前怎么读这段话的？让我猜，你把它当成一句安慰。上帝会让我够用的，上帝不会让我缺的。你焦虑的时候拿出来读一遍，读完好受一点，然后继续该焦虑焦虑。你不觉得它跟你打开手机银行查余额有点像吗？都是安全感续命5分钟，查完了还是慌，读完了还是怕。不是你的错，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读的。但今天我要让你重新读一遍，带着一个问题。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哥林多后书第9章，你从第1节读起就知道了。保罗在催钱，整个第9章从头到尾，他在说的是一件事：哥林多教会之前答应给耶路撒冷教会捐的款该兑现了。第1节到第5节都在说你们答应了别食言。第6节说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第7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。然后到了第8节，他说了这句你背了很多遍的话，凡事常常充足。你现在看出来了吗？这句话不是安慰，是底气。保罗的意思是，你们不用怕给出去之后自己不够用，因为上帝有能力让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够。够了干什么？后面紧跟的半句话告诉你了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不是能安心睡觉，不是能多存一点，不是能终于不焦虑了，是能给出去。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不是恍然大悟，是更复杂的东西，有点像被泼了一盆水，不是冷水，是凉水，那种让你一下子清醒过来的凉。你以为你一直在读一节安慰你的经文，结果它是一个邀请，你够了，上场吧。不是严厉的命令，是那种教练拍拍你肩膀的语气。你在这节经文前面做了多少年，把它当成一颗止疼片，焦虑了，读一遍凡事常常充足，好了，舒服了，好像有人在天上拍了拍我的头，说别怕，然后可以继续撑了。但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，根本不是在安慰你，他是在告诉你一件事：上帝给你够用的，不是让你安心的，是让你敢的。敢给出去，敢松手，敢在余额减少的时候不呛那口气，因为给出去之后，他还会给你够，不是给你多，是给你够，够你活，够你给，够你不被那个数字绑架。你以为充足是终点，我终于够了，可以松口气了，不是的，充足是起跑线，
你够了，所以你可以开始跑了。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存够一辈子的安全感才敢过日子，你只需要够今天的，因为明天的他还会给，后天的他还会给。他没有要你提前算好未来30年的账，他只要你信一件事，明天的那一口气还有。现在来拆2个字，凡事。不只是钱的事，你的时间也算，你的精力也算，你帮别人搬了一次家，那也算，你陪一个朋友聊到半夜，那也算。凡事是一个全面的承诺，不只管你的钱包，管你的整个人。常常这2个字比你以为的狠，它的意思不是一次给够让你一辈子不愁，是日日给。就像呼吸，你不需要存够一辈子的空气才敢出门，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下一口气还有。你见过婴儿呼吸吗？婴儿从来不会想万一下一口没了呢，他不存空气，他不算，他就呼吸，每一口都是当下的，每一口都够。你什么时候失去了这个能力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的每一口气都要先看一眼余额才敢吸。充足不是说你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够了，是不管那个数字是多少，你够了。不是因为你的余额够，所以你够，是因为说这句话的那个人，上帝说了，你够了。这就是那个洞的形状。你的囊为什么一直漏？因为你用余额去填一个需要一句话才能填满的位置。余额是一个数字，但那个洞要的不是数字，它要的是一句话。那句话不是你自己说的，是他说的。你凡事常常充足，你一直在用自己赚的钱去填一个只有他的话才能填满的地方，尺寸不对，所以一直在漏。整个逻辑链是这样的，你的囊漏了，不是因为你不努力，是因为你用错了东西去填。你用余额填，它漏；你用加班填，它漏；你用存款数字填，还是漏。因为那个洞的形状不是钱的形状，是话的形状。只有那句话进去了，洞才合上。不是你赚够了它才合上，是你信了那句话，它就合上了。那些以色列人拼了命建房子囤粮食，他们在用拥有更多去填那个洞，但那个洞要的不是更多，是够了。你也一样，你不停地赚，不停地存，不停地查，你在用余额涨了去填一个需要一句话才能填满的位置。那句话6个字，凡事常常充足。还记得那个跟上帝说不要让我有钱的人吗？他说出那句话的原因跟这个充足有关，但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关系。你可能在想，这些我都听进去了，但我到底该怎么做？有一个人试过，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，普通上班族，每月工资到账，每月做一次减法，跟你差不多。有一天早上他醒来，闹钟响的时候他伸手去拿手机。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手机银行，不是要转账什么的，就是看一眼，就像你早上看天气一样自然。只不过他查的不是温度，是安全感。那天早上他的手停在手机上面了，他跟自己说了4个字，今天够了。不是什么属灵宣告，没有跪下来，没有祷告，没有配背景音乐，就是跟自己说了一句话。然后他把手机翻过去，正面朝下，起床了。第一天他撑了6个小时就打开了，手痒，心也痒，那个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线，一直在拽他的手指头。第2天他撑到了下午，中间有好几次差点拿起来，但他每次都跟自己说同一句话，今天够了。第3天他忘了，不是刻意不看，是真的忘了。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呼吸特别长，不是深呼吸那种刻意慢，是你只有在很松弛的时候才有的那种自然长。他跟我说的时候用了一个词，免费。他说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呼吸是免费的，以前我的每一口气都好像需要那个数字批准，那天晚上不需要了。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，他只是把安全感的开关从查一次 APP 换成了说一句话。后来他又做了一件事，他约了一个朋友喝咖啡。这件事对他来说不容易，因为2杯咖啡70块，在他脑子里自动换算成了2天的午饭钱。他的第一反应是算完之后的第2反应是不去，但他去了。咖啡端上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件事，余额确实减少了70块，
但他的心没慌，不是假装不慌，是真的没慌。那杯咖啡在嘴里有一种他很久没尝到过的味道，不是咖啡的味道，是我做了一个不是被逼的选择的味道。他的大部分消费都是必须的，房租必须交，水电必须付，孩子的课必须上。已经很久没有做过一次我想做的消费了。那杯咖啡不是必须，是想要。他跟我说，那一刻他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心酸，不是难过的那种酸，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活了好几年没有想要了，每一笔支出都是必须，脑子里有一个计算器从来不关机。那杯咖啡是他第一次把那个计算器关了5分钟。他在练一件事，松手，不是大手大脚乱花，是每周做一件余额减少但心不慌的事。可以是请人吃饭，可以是给谁发一个红包，可以只是买一样你想了很久但一直没买的小东西。重点不是金额，重点是余额少了，你还在呼吸。再后来他跟我说了一件事，他说他还是每天读那段经文，凡事常常充足，但读法变了。以前他把它读成上帝会给我钱，现在他读成够我活，够我给，6个字。但他说这6个字改变了他跟那个手机银行之间的关系。他不再打开它来确认我够不够，他打开它来想我今天可以给出去什么。他不是一夜之间变的。前2周他还是忍不住在深夜打开 APP 看一眼，但每次看完之后他会跟自己说一句看到了，然后呢，够了。慢慢的，够了这2个字变成了一个开关，不是关掉焦虑的开关，焦虑还在，是让焦虑不再替他做决定的开关。你敢不敢明天早上试一次？醒来的时候不要拿手机，先问自己一句话，今天我缺什么？如果你认真想了，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答案是其实今天什么都不缺。那你每天早上打开那个手机银行是在干什么？你在确认的不是余额，你在确认安全感。而安全感你刚才已经听到了，不住在那个 APP 里，它住在6个字里，你凡事常常充足，够你活，够你给，够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不用先看一眼那个数字才敢呼吸。说实话，我也一样。我做这期内容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，问了自己一个很不好意思的问题：如果明天我的银行账户里突然多了100万，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我本来以为答案是感恩。我做了这么多期内容，讲了这么多次信靠，按道理答案应该是感恩吧。但我发现我的第一反应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这个反应让我吓了一跳，因为它说明一件事：我嘴上说我信上帝，但我的呼吸一直在等银行的批准。余额够了我就松一口气，余额紧了我就呛一下，跟你一模一样。你知道我晚上也会干什么吗？睡前把手机正面朝下扣在床头柜上，告诉自己不看了。5分钟以后拿起来，看了一眼那个数字，放回去，又拿起来，数字没变。我知道不会变，但我就是要看。我查的不是数字，我查的是我还撑得住吗？我不是站在台上跟你讲道理，我是坐在车里，跟你坐在同一辆车里。那个熄了火还没下车的人，有时候也是我。好，现在该说那个人了，还记得吗？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跟你说过，圣经里有一个人跟上帝说了一句话，那句话大多数基督徒做梦都不敢说。你等了这么久，现在可以告诉你了。他说的是，不要让我有钱。这个人叫亚古尔，你可能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。圣经里关于他的记录只有1章，箴言第30章，整本圣经几千页，他就占了1页。没有人讲到会拿他举例子，没有人的祷告日记会引用他，但这1页里面有一段话是全圣经最诚实的财务祷告。他的原话是：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。恐怕我饱足不认民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你听到了吗？他不是在谦虚，他是在害怕。害怕的不是穷，他害怕的是有钱之后变成的那个人。他做了一个极其清醒的判断：如果我钱够了，我大概率会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了。不是故意不信，是自然而然的忘了。
就像你饭吃饱了就不会去想厨房里还有什么菜一样，饱了就不找了。你想想你自己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阶段？某个月收入特别好，奖金到了，或者一笔钱意外进来了，那个月你祷告了几次？你打开圣经 APP 几次？你是不是突然觉得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需要上帝？亚古尔看透的就是这个，他不是比你圣洁，他是比你诚实，所以他给自己选了一个位置，够用，不穷到要偷，不富到会忘，刚好在中间。你现在把他的祷告和刚才那节经文放在一起，保罗说上帝让你凡事充足，亚古尔说够用就好，别再多了。这两句话不矛盾，他们在说同一件事。充足不是多到用不完，充足就是够，够你活，够你给，够你不忘记那个给你的人。亚古尔敢跟上帝说不要让我有钱，因为他看清了一件你可能还没认的事，钱不只是工具，钱是一种权利，他有能力重新定义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你以为赚够了之后你会变成更安心的自己，不是的，你会变成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自己，包括不再需要上帝。钱给你的那种安全感，它的副作用是让你觉得你一个人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祷告了，你不需要信靠了，你甚至不需要来听这个视频了，因为你够了。但那种够了和保罗说的充足完全不是一回事，一个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幻觉，一个是他给你的应许。他怕的不是没饭吃，他怕的是有一天他不再祷告了，不是因为忘了，是因为觉得不需要了。你现在回头看那个洞，那个一直在漏的洞，亚古尔看到了跟你一样的东西，只不过他的反应跟你相反。你说给我更多，我就不漏了。他说别给我太多，多了我会忘记那个洞是谁补的。你觉得谁更清醒？你现在可以做一件事，算一笔账，不是你平时做的那种减法，是加法。你今天醒来了，够了。你今天有一口饭吃，够了。你今天有一个人会接你的电话，够了。你试过这样算吗？你的银行里永远不会显示这些东西，它不会告诉你今天有人爱你，它不会告诉你你的孩子今天叫了你一声，它不会告诉你你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笔你没花1分钱就拿到的收入。但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比余额重。你一直在做减法，工资减房租，减车贷，减水电，减辅导班，减完之后看还剩多少自由，但你从来没做过加法。加完之后看看你已经有了多少够。那张你在备忘录里建的表格，你什么时候往里面加过一行今天收到了什么？从来没有，因为你的表格只记支出，不记收到的。如果3个月后的你回头看今天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你没有变有钱，存款数字可能跟今天差不多，工资没涨，账单没少，那张备忘录里的表格还在，减法还是要做，但你变了一个东西，不是数字变了，是你看那个数字的眼神变了。你不再每天晚上跟一个数字谈判了，你发工资那天不再做的第一件事是减法了。你开始敢接朋友的电话，敢说好，周末出来吃个饭了。你甚至开始敢给出去了，不是因为多了，是因为你信了那句话，够你活，够你给。你的手松了，你的呼吸也松了。那个在车里熄火之后不下车的人下车了，不是因为他不焦虑了，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在车里把焦虑消化完才敢面对世界了。你可以从明天开始每天说一句今天足够了，不是骗自己，是提醒自己去算那笔加法。每周做一件余额减少但心不慌的事，请一顿饭，发一个红包，买一样你犹豫了很久的小东西。每月回头看一眼，这个月你给出去了多少？不用多，一杯咖啡，一包零食，一句我请你。给出去的不是钱，给出去的是你的手，你终于肯松开了。赞美不是等到丰盛了才有的奢侈品，你不需要等到银行上出现一个让你满意的数字才能赞美。赞美是你发现原来够了的那个瞬间就可以做的事。你今天睁开了眼，你的肺在工作，你的心脏在跳，没有人给你记账单，这些都是免费的。你今天醒来了，这就够了，这就值得赞美。现在我想跟你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把我们的缺乏，把我们的财物一起摆在上帝的面前，
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今天来不是准备好了才来的，我是算了一夜的账来的。我是在备忘录里做完了减法，盯着那个数字看了2秒钟，然后锁了屏才来的。我是那个发工资当天就开始焦虑的人，我是那个在车里熄了火还没有下车的人，我是那个朋友说周末吃饭，我在聊天框里打了最近有点忙，然后那天晚上自己叫了28块钱外卖的人。我是那个嘴上说交给你，手却一直攥着手机不肯放的人。主啊，我的信仰和我的财务活在2个世界里，他们从来没碰过面。祷告的时候我信你，打开银行账单的时候我信那个数字。今天让他们碰一次，就这一次。主啊，我今天不说那些正确的话了，不说感谢你的供应，因为我今天感受到的不是供应，是紧。不说我相信你的安排，因为我的相信在看到银行存款数字的那一秒就碎成了渣。不说一切都有你的美意，因为我今天的美意和你的美意正在打架。我今天能给你的只有一样东西，实话。实话是我的囊漏了很久了。我一直以为是赚的不够，加班不够，努力不够。我以为只要再多一点收入，多一点存款，多一个涨薪的机会，那个洞就会合上。但它没有。我往里面倒东西很多年了，倒入了加班，倒入了存款，倒入了每个月做减法之后剩下的那一点点自由，全倒进去了。但每次我以为快满了的时候，它又空了。不是别人拿走了，是从底下漏掉的。今天我才知道，不是赚的不够，是接错了地方。我把安全感的管子接在了余额上，涨一点我吸一口气，跌一点我呛一下。我的肺一直在跟一个数字同步呼吸。主啊，我活成了那个数字的影子，数字高了我就实一点，数字低了我就虚一点。好像我这个人值多少是那个数字说了算的，不正常，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怎么把那根管子拔掉。我拔了这么多年，每次以为拔掉了，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它又接回去了。因为闹钟一响，我的手就自动伸向手机。我不是要看时间，我是要看那个数字，我是要确认我还在。你说凡事常常充足，我信，但我也怕，因为充足好像不是存够了就安心了。充足后面跟着的那半句话，能多行各样善事，那个给出去让我的手发紧。我攥了这么久，你知道松手有多难吗？我怕松了手，下个月就不够了。我怕给出去了，自己就空了。我知道你说了够，但我的手不听我的脑子，它只听那个数字的。主啊，帮我把手掰开，不是一下子掰开，我受不了。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来就好，先松开小指，明天再松无名指，后天再说。你知道我的手攥了多少年，你比我更清楚那些指头有多僵。主啊，我不敢说亚古尔那句话，他能跟你说不要让我有钱，我说不出来，我还没到那个份上。我心里有一部分还在想着，主啊，让我有钱，但让我有钱之后还爱你。我知道这个想法有多可笑，亚古尔3000年前就看穿了，饱足了就忘了你是谁。他比我诚实，但我今天愿意说一句比那更难的话，不要让钱控制我的呼吸，不要让那个数字决定我今天有没有资格开心，不要让它决定我敢不敢跟朋友吃一顿饭，不要让它决定我配不配给自己买一杯咖啡，不要让它替我管着我什么时候吸气，什么时候叹气，什么时候在人前微笑，什么时候在车里崩溃。我不求你让我变自由，自由不是余额上多几个零，自由是那个数字不管是多少，我都还是我。它涨了我不膨胀，它跌了我不萎缩，它清零了我还站着。因为我站的地方不在那个数字上面，我站的地方在你说的那句话上面。让那个数字回到它该待的位置。一个数字不是我的主人，不是我的氧气瓶，不是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要见的面孔。主啊，从今天起，充足不再是一个让我安心的词，充足是一个让我敢给出去的词。你给我够用的，够我活，不是活得光鲜，是活得像个人，不再是一个数字的影子。够我给，不是给很多，
是给的时候手不抖，是给出去之后心不慌，够我松手，把那个攥了这么多年的东西交出去。不是因为我不需要了，是因为我终于相信你会再给，够我呼吸。不是那种每一口都要先看一眼余额才敢吸的呼吸，是婴儿那种呼吸，每一口都是当下的，每一口都是免费的，每一口都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。从今天起，我的呼吸不再跟余额同步，我的呼吸跟你的常常同步，每一口气都跟着常常走，不跟着发工资日走，不跟着月底走，不跟着那个 APP 上跳动的数字走，不跟着还完房贷就好了走，不跟着存到多少就安心了走。那些就好了永远不会来，但常常已经在了。主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一件事，我说我每次刷卡之前都会吸一口气，那口气里面装着的不是空气，是怕不够，怕刷完就少了，怕那个数字又往下掉了一点。我吸那口气不是为了呼吸，是为了给自己打气。下一次我刷卡之前我不吸了，我不需要吸了，因为我的呼吸已经跟着另一个节拍走了。那个节拍不会在月底变薄，不会在余额减少的时候让我窒息。那个节拍叫常常。你说的，你说了我就信了，你说了我就够了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祷告结束了，你现在心里可能有一个词，那个词就是今天你能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，足够了。如果这个足够了今天碰到了你心里的某个地方，请在评论区写下阿们。你写出来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在松手了。让我知道你在，让其他正在听的人也知道，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撑。有人跟你坐在同一辆车里，有人跟你看着同一个数字，有人今天也在学着说足够了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，每次出去吃饭都抢着买单，但你知道他其实在撑？或者你认识一个人，他每天晚上都躺在床上跟那个数字谈判的，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，他听完就会懂你为什么发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，点一下关注。下一次你在车里坐着不想下车的时候，下一次你在深夜翻来覆去跟那个数字谈判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来，有人在这里等你，足够了。你今天就足够了。